大家好，我是商业摄影师李华杰，这就是你收不到的广告大片布光教程，请点赞留言支持，让精彩继续。本期内容，我们开始学习广告大片的光影知识。摄影是光与影的艺术，有光就有影，光和影都是摄影视觉语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在漆黑的房间里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没有光就没有一切。第一，我们先学习光源的种类，分为自然光和人工光两种。自然光属于存在于自然界的发光体，比如太阳、月亮、星星。由于拍摄需要一定的照度，所以我们通常只选择太阳作为摄影光源，这属于靠天吃饭，需要等待和选择时机。商业摄影讲究严谨的光线控制，因此最常使用人工光源，有时候也会自然光、人工光结合拍摄。人工光泛指一切人造的光源，又分为连续光源灯和闪光灯。台灯、射灯、手电筒、投影机、电影灯、机顶闪光灯、影视闪光灯等都属于人工光的范畴。在商业摄影领域，使用最普遍的是影视闪光灯。由于视频类目的崛起，也越来越多人使用连续光源灯。连续光源灯就是指持续亮的灯，如电影灯、视频灯。它的好处在于灯光效果所见即所得。闪光灯通过对闪光管充电，相机触发瞬间放电，产生强烈的闪光。因为闪光灯为瞬间发光，因此我们无法在拍摄前预知灯光效果，所以灯头还配了一个连续光源灯泡，用来模拟观察灯光效果，称为造型灯。不管是连续光源灯还是闪光灯，其作用是模仿真实的环境。我们的世界只有一个太阳，所以摄影用光时，特别是拍大场景，要注意一个太阳的原则，即只有一个主光方向和一个阴影，这是用光的基础。图片是常见的灯光及附件。了解了以上的光源知识，我们还要学习和光源知识相关的几个重点内容。第一，色温。名词解释可以理解为光源的颜色温度。我们把一块纯黑的生铁进行加温，随着温度的升高，铁棒的颜色会呈现光谱中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紫这样的变化。我们只需要记住，光源的色温低，颜色偏红黄色；光源的色温高，颜色偏蓝紫色。这里最容易出现的一个认知误区，例如我们拍了一张照片，颜色偏黄，代表色温低了。那我们把相机的色温调高，为什么越来越黄呢？因为这里存在相对的概念。闪光灯的色温是 5500K， 相机的色温设置为 5500K， 拍摄的图片颜色还原正常。如果相机的色温设置为 2500K， 闪光灯的 5500K 色温，就意味着灯光的色温高了，图片偏蓝。相机设置为 7000K， 闪光灯的色温 5500K 就低了，图片偏黄。此时应该降低相机的色温设置，去匹配灯光的色温。商业摄影行业除了测光表，其实还有测色温表，只是由于我们使用的闪光灯色温比较稳定，一次调整正确之后，很少会发生改变，因此色温表比较少用。第二，白平衡。名词解释，用白色平衡其他颜色。我们知道光源的色温不同，照出来的颜色会不一样。物体在钨丝灯泡和白炽灯管下都会呈现不同的颜色，因为我们不能随时知道当前光源的色温，而照相机此时是傻的，它不能自己区分出不同色温的光源下应该设定什么颜色标准。
所以就需要我们设置自定义白平衡，然后用一张白纸在当前的色温下拍摄一张图片，然后按确认等于告诉相机，你不管现在是什么颜色，你就把它当成是白色。相机回答：好的，主人。那么白纸就在当前的色温还原成白色，对应的其他颜色即还原正确。由于白色又分为纯白、乳白、米白，颜色自身有差异，通过白平衡获取的色温标准不够准确，因此现在更多的使用灰平衡，还是用反光率 18% 的中性灰平衡其他颜色，俗称灰卡。相机的白平衡设置里提供了许多诸如阳光、阴影、钨丝灯、白炽灯等选项，通常我们在不同的光源下使用对应的设置，颜色即可还原准确。如果我们明确知道光源的色温，比如闪光灯 5500K， 我们只要手动设置相机为 5500K 即可。很多摄影群都提过这样的疑问：怎么能拍摄一张图片出来色温能完全准确呢？解决这个问题既复杂又简单，因为前期基本无解，灯光的牌子、新旧的程度、使用的附件、电流的大小、观看的显示器不同，都会影响色温，很难在拍摄时统一。我们做的只是让它尽可能正确还原，对色彩敏感的人后期稍微调一下就好，最终还是要靠个人能力和眼力，而不是被相机控制。第三个知识点，我们来学习闪光同步。学习了光源色温对于颜色的影响，我们还要弄懂闪光灯与快门的关系。对于连续光源来说，快门是通过控制进光时间来控制进光量，可是闪光灯通过放电瞬间发光，这个瞬间如同光速，基本上可以忽略持续时间。因此，第一，快门对闪光灯失效，因为不管你设置的快门速度有多慢，60分之一秒、1秒还是10秒，按一次快门，闪光灯只闪一次，就那么多光，快门再慢也不能让闪光灯的光量增加，只能让环境里的自然光增加。学会这招，我们就能很好的控制闪光灯和持续光源结合拍摄的光比。比如说，很多人觉得手机外观和屏幕不能一次性拍摄，需要后期合成。我们只需要用快门速度控制屏幕的亮度即可，反正调整快门对闪光灯又没影响。2年前流行的珠宝爆款图片，就是使用这一招，用快门速度控制背景光的黄色。既然快门对闪光灯失效，设置什么速度较好呢？在影棚使用闪光灯拍摄静物，又有三脚架，快门设置在60分之一较为合适。据说这个快门速度不快不慢，最不容易伤快门。第二，设置闪光同步时间。前面我们已经从快门的角度阐述过这个知识点，这次我们从灯光的角度去理解，加深记忆。因为闪光瞬间放电，所以快门需要一定的打开持续时间，才能记录光线。如果快门速度太快，闪光灯还没来得及闪，快门就已经关上，那照片里就会出现快门帘。一般相机的闪光同步时间在250分之一秒。第三，前联同步和后联同步。相机菜单给我们提供了这2种选择，通常用于自然光与闪光灯结合拍摄的时候使用。比如说夜景中的人像。前联同步是指快门前联打开时闪光灯闪，时间到了快门关上，
后联同步是指快门前联打开，时间到了，后联将要关上的时候，闪光灯闪烁。那么它们有什么区别呢？比如前联同步，快门打开就闪光，把人物记录在底片上。由于夜景需要长时间曝光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如果人晃动，那么夜景的影像记录在底片上时，就会叠在人物的前面，让人的边缘有虚影。而后联同步是快门打开，先记录的是背景，快门关闭前闪光，记录人物，此时人物就会显影在底片上，得到清晰的人像。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仔细煎熬。如果你不想要，相对就要趁早，我们要非要一起到老。